棕树斜街的东侧有4条胡同，从南到北依次是培英胡同、培智胡同、小春树胡同和博兴胡同。视频的最后我会做一个培英、培智胡同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对比，欢迎朋友们观看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每周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古老街巷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培英胡同东起梅市街，西至棕树2条，全长392米，宽约4.3米。此胡同在明代刊印的《京师5城方向胡同集》中记为马神庙街，是因为胡同内明朝有座万历年间建造的马神庙，便以此称为胡同名。乾隆时，此胡同为大马神庙胡同，北侧相邻的胡同称为小马神庙胡同。清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大马神庙胡同景一有庙，民国时期改称大马神庙。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，认为大小马神庙有迷信色彩，故改称培英胡同、培智胡同了。胡同内的12、22、25、29号为挂牌保护院落，现在12号是幼儿园，22号为少年宫，25号为社区办公场所，29号是4小名旦之一的毛世来旧居。培英胡同20号就是当年大马神庙旧址，也是戏曲界人人皆知的京剧表演艺术家、教育家王瑶卿故居。他建在该胡同路南一宽大但不通行的巷内尽头处，巷口处原有一木质栅栏，今改为铁门，宅地大门朝东，是一所老式宅院，分南北2院，王瑶卿和其弟弟王凤卿分院居住。王瑶卿生于清光绪7年，幼年先从师学武旦，后学青衣，曾在清宫内演出，后长期与谭鑫培同台演出。他博大精深，知识面广，又善于创新，所以戏曲界誉他为通天教主。中年以后赘演，专门在家从事戏曲教育。4大名旦梅兰芳、尚小云、程砚秋、荀慧生，4小名旦李世芳、毛世来、张君秋、宋德珠、与辛晏秋、王玉荣、雪雁琴、侯玉兰、王玉薇、杜近芳等都曾受教于他。1949年以后，曾任中国戏曲学校第2任校长，1954年辞世。接下来我们边逛边讲讲京城马神庙的由来。自明朝建立以来，为了征战和防范北方民族，朝廷推行马政，每年向各地征收马匹，京城也不例外。此外，马匹也是百姓们日常交通贩运不可或缺的工具，这就使得北京城里当年有不少养马贩马的营生。养马贩马之人崇拜司马之神，以神力庇护马匹的大量蓄养，马神庙也因此应运而生。马神就是马王爷，全名叫水草马明王，传说长有3只眼。在北京有这样一句俗语，你也不扫听一下，马王爷有几只眼？每逢农历6月23日，人们都会带上清水草料到马王庙给王爷庆生，祈求水草丰满，马匹百病不侵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朝的时候，北京城有马神庙10余处，其中皇家御用的马神庙就在现在的沙滩后街59号，这条街原来也叫马神庙街。乾隆年间，马神庙成为和家公主府，俗称4公主府。光绪年间改为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。现如今北京仅存的一座马神庙，位于昌平区庸关关城南侧，建于明弘治17年。培英胡同的北侧是培智胡同，走势呈曲尺形。胡同中曾有一座很小的只有1间房的小马神庙，清代称小马神庙胡同。清光绪顺天府志载有小马神庙胡同有6圣祠，6圣祠也有6管祠之说，这6圣祠祭祀的是乃路神仙已不可查，但6圣没有马神名气大，故而小胡同冠以小马神庙了，
1965年改县名。培智胡同里有不少挂牌保护院落，15、17、21、33号都是。15号是武生泰斗杨小楼旧居。梅兰芳一生在北京先后有8处居所，杨小楼估计也不会少。除了我们以前介绍过的他晚年居住的条帚胡同、耀武胡同外，他也曾在百顺胡同、杨梅竹斜街居住过。21号是宣武区第006号保护院落，是保护院落中的老革命，吸引了很多喜欢绘画的人来此写生。小马神庙胡同内曾办过一份著名的报纸《正宗爱国报》，是第一份由回族人创办的综合性日报。创刊人丁宝臣，清光绪元年出生于北京德外马店西村。丁宝臣与其兄丁朱元自幼跟随叔父学医，学业有成以后，兄弟俩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天津悬壶济世。与孙中山、鲁迅一样，丁宝臣最后也选择了弃医从文。于1906年11月16日，在前门外羊肉胡同西边的东北园关帝庙创办了一张报纸，叫《正宗爱国报》。1917年迁至现在的培智胡同，报馆位于胡同东口路南。其兄丁朱元在天津一边行医一边也办《朱元白话报》。正宗爱国报是一份贴近百姓、贴近社会、站在贫苦人立场上说话的报纸。他的大量报道关注的是北京城里的车夫、商贩，痛心于他们的苦难，又隶属其身上的某些劣根，哀其不幸，恨其不争。报道和评论多采用幽默而话音的老北京方言，以老百姓口语形式见报。这份报纸的销量在创刊当年就达到了1万多份，最高峰的时候行销北方数省，销售量曾达4万，对于晚清的报纸来说是很了不起的。1913年，全国的舆论界掀起了反袁浪潮，正宗爱国报成为这批报纸中的先锋。丁宝臣在一篇评论中写道：军人为国家卖命，非为个人卖命的话，被冠以既尽通匪、煽惑军心之罪。7月27日，正宗爱国报被查封。8月19日，丁宝臣被杀害于火道口刑场，也就是我们在第4期介绍的感化胡同内的刑场。丁宝臣成为民国建立后被杀害的第1位报人。到1913年底，原来全国的500多份报纸，继续出版的只剩下139家，新闻出版遭受重大打击。1913年正逢农历癸丑年，当时新闻出版人将这一事件称为癸丑报灾。33号院也是个保护院落，此院曾作为小学校使用，院内4面有房间，当年是教室，此院已经被全面翻修过。培智胡同北侧的小春树胡同形成于清代，起于梅市街，止于元兴家道，当时称春树胡同。民国以后至今改称小春树胡同，因其胡同内栽有春树而得名，全长160米。小春树胡同3号是京剧演员严兰秋的故居，这里还是福建漳浦会馆的原址，他后来迁到了宣武门外教场2条。严兰秋一名九阵风，
善演武旦，兼演花旦，在武旦技巧上有很多创新，被尊为武旦泰斗。20号是山西盂县会馆旧址，该会馆由义兴号、永兴号等6家普噜行合资兴建，故又称为盂县6字号会馆。普噜是用羊毛加制的毛料，藏族人用它缝制衣裤和藏袍、藏帽、藏靴。据说当年这条胡同内住过大茶壶一类的为妓院服务的人员。北面与小春树胡同相平行的胡同是博兴胡同，长约132米，宽约5.5米。清代称百兴胡同，民国后改称博兴胡同，巷名沿用至今。民国时期，这里是昌辽妓院集中地之一，不到200米长的胡同内就有妓院13家。最后，我们欣赏一下培英、培植胡同改造前的一些老照片。